小猫用小爪子拍了拍行人的手，好心的人可以帮帮我吗？猫咪被困排水道已经2个月了。狭小的空间成了他生活的全部，望着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，他多么希望有人能为自己停下脚步。可外面人来人往，却很少有人为他驻足。这天，几名小朋友听到了猫咪的呼唤，看见有人终于发现了自己，小猫激动的喵喵叫个不停，似乎很担心人们走远。几分钟后，盖子被成功打开，猫咪开心的打了声招呼。这一刻，他看到了希望。望着几位好心的小朋友，猫咪并没有害怕，反而乖巧的躺了下去。看到小朋友伸出了救援之手，小猫立刻用2只小爪紧紧抱住，仿佛在说别丢下我，求你们了。可面对如此狭小的缝隙，根本无法将猫咪救出，大家只能将一些食物扔给了猫咪。小猫狼吞虎咽的开始干饭，看样子是饿坏了。简单的善意之举，对于此时的猫咪来说却是生命的曙光。让我们为小朋友的善良扣666。从此，小朋友每天放学都来看望猫咪，而猫咪也从此多了一份期盼。可它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下来的呢？原来除了善良的小朋友之外，小猫还有一位热心的小哥朋友。小哥每天下班后都会带上食物和水来探望小猫。据小哥说，2个月前猫咪掉进排水道的时候还很小，但当时小猫根本不让人靠近，因为缝隙过于狭窄，自己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将它救出来。为了让猫咪生存下去，小哥每天都会过来喂食。久而久之，小猫也把小哥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猫咪每次都会拍打着小哥的手，似乎在询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？每次看到猫咪无助的眼神，小哥都无比的心酸。为了让猫咪重获自由，大家请来了救援队。经过测量发现，猫咪的脑袋比缝隙还要大，这样子无法让猫咪出来。救援专家经过分析后打开了井盖，眼前这个洞口是猫咪唯一能出来的通道，只有将猫咪驱赶到洞口里才能将它救出。救援工作很快展开，此时周围已经围满了小朋友，大家都很关心猫咪能否被顺利救出。随后一位救援人员爬了下去，他将1盒罐头放在洞口，希望能引诱小猫走过来。但面对如此众多的陌生人，小猫显得有些害怕，它不停地在排水道里徘徊。最终在人们不懈的努力下，猫咪顺利地钻进了排水管里，可它却趴在另一边停了下来。不管救援人员如何呼唤，猫咪始终不肯向前一步，似乎眼里有着某种担忧。小哥见此情况十分着急，于是他穿上防护服亲自出马。猫咪看见小哥，眼睛瞬间一亮，接着快速朝着小哥移动脚步。最终小猫终于被成功救出，小朋友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。被救出的猫咪仔细看了看四周，原来都是帮助过我的小朋友。猫咪顿时变得安静下来，他明白如果不是好心人的帮助，自己可能早就去了喵星。小哥表示自己会收养小猫，给他一个温暖的家。小朋友们纷纷上前表示祝贺。至此，小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很幸运，它遇见了一个爱它的主人，愿每一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流泪，望着哺乳他长大的老黄牛即将被送去屠宰场，狗狗发出了悲痛无力的哀嚎。为什么这只小狗对老黄牛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？狗狗名为奥斯卡，在它出生第3天，狗妈妈便离世了，自此黄牛就成为了奥斯卡的妈妈。据主人说，奥斯卡是喝着牛奶长大的，他们已经一起生活2年了，并且感情非常好。奥斯卡非常顽皮，很喜欢骑在牛妈妈身上，可无论奥斯卡如何调皮，黄牛从未生气过，对他更是视如己出。每天他们会在一个盆里吃饭，在一个地方休息，几乎每天形影不离。黄牛和狗狗过着幸福简单的生活。就这样，700多个日夜过去了。但在这天，主人因为经济困难，不得不将黄牛卖掉。黄牛似乎知道了即将要发生的一切，他不停地舔着奥斯卡，仿佛在做最后的告别。几人费了很大力气才将黄牛拉出了牛棚。看到这一幕的狗狗用力地呼喊着妈妈，好像在说妈妈别走。看着黄牛远去的背影，狗狗流下了眼泪。这一幕让人心碎。黄牛听到狗狗的呼唤，一直挣扎着脚步，怎么也舍不得离开。看得出此刻黄牛的心里是无比难受。眼含泪水的狗狗一直盯着门口，仿佛是在回忆过往的点滴。狗狗坐在门前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妈妈。下一秒，奥斯卡仿佛做了一个重要决定，他跑出了牛棚，任凭主人在后面如何呼唤，他却头也不回地奔向黄牛离开的方向。听见牛妈妈的呼唤，狗狗加快了奔跑的步伐，它想尽快追上黄牛，跟着牛妈妈的踪迹。狗狗穿越了几条街道，最终在一家牛棚里找到了妈妈。当见到妈妈的那一刻，狗狗不停地跳来跳去，激动的心情快要喊破了喉咙。众人见到这一幕也被深深感动。难以置信的亲情，却让2个截然不同的物种紧密相连。此时主人赶来，狗狗朝着主人不停地叫着，眼神中充满着哀求，仿佛在说请别将我们分开，主人说过段时间就好了。说着便准备将奥斯卡抱了回去，怀里的狗狗依然不断挣扎，发出绝望的嚎叫。回到牛棚里，狗狗眼神里充满着悲伤，它就这样痴痴地望着门口，好像在期待着妈妈的出现。自从牛妈妈走后，奥斯卡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
主人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。门口的位置，奥斯卡每天望了无数遍，可怎么也看不见妈妈的身影。突然，牛妈妈出现了。随着牛妈妈的一声呼唤，奥斯卡转身看去，难以言表的喜悦让他奔向了妈妈。他高兴地跳跃着，摇晃着尾巴，好像中了500万大奖一样。主人对奥斯卡说：“这下你满意了吧？”原来主人看到奥斯卡每天不吃不喝，自己实在狠不下心将他们分开，最后咬咬牙又将黄牛赎了回来。奥斯卡终于又可以和黄牛妈妈一起生活了。事实上，动物也同样拥有感情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认真善待。这只浣熊简直太幸福了，一边享受着日光浴，嘴里还喝着果汁，每天都要到海里游上几个钟，并且还配备专门的教练。这小日子过得比我都好。浣熊名为奥斯卡，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懒虫，它的体重已经达到50多斤，是正常浣熊的2倍之多。看着摇摇晃晃的赘肉，就知道里面装了多少脂肪。主人说奥斯卡胖成这样完全是因为太懒所造成的。这家伙每天要睡20个小时，打呼噜的声音比打雷还响，并且睡姿比自己还要销魂。在没睡够之前，谁也别想让他起床。奥斯卡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去找吃的，听到声响的主人立刻赶来，发现奥斯卡正在偷吃花生，还敢吃花生，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了。为了帮他控制体重，主人严格限制奥斯卡的饭量，每次都会加一些减肥餐进去。可奥斯卡可没那么容易被忽悠，每次专挑中间空心的吃。对于减肥餐，他是一概不碰。要是白天吃不饱，这家伙会半夜起来跑去偷吃。主人看到奥斯卡干饭的样子，既无奈又好笑。再这么吃下去，就可能走路都费劲了。虽然奥斯卡有点胖，但智商非常高，完全能听懂主人的一切指令。主人说转圈他就转圈，还经常撒娇卖萌和主人要零食吃。为了帮奥斯卡减肥，主人每天都要为他准备一碗新鲜的蔬菜汁。显然奥斯卡非常抗拒，除了在饮食上控制，主人每天都带他散步增加运动量。可才走了2分钟，奥斯卡就耍起了赖皮，停下原地怎么也不走了。主人无奈只能把他放进推车里，想让奥斯卡走上10分钟简直比登天还难，难怪这家伙胖成这样。不过奥斯卡还是比较喜欢游泳，每次都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。都说浣熊喜欢捉鱼，于是主人在家里帮他建造了一个鱼池，可此时他已经今非昔比，捉了1个小时愣是一条也没捉到，搞得奥斯卡很是伤心，自己明明是头熊，却连条鱼都捉不到，看来自己真要减肥了。流浪猫腿部残疾，狗狗化身保护神，甘愿成为它的双腿。世上真有跨越种族的爱吗？猫咪和狗狗的故事感动了千万网友。几个月前，奶奶在野外发现一只浑身是伤的猫咪，它的双腿被人打断，多么狠心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？此时想给坏蛋500拳的扣888。好心的奶奶将猫咪带回了家，猫咪好奇地观察四周，仿佛在说我终于有家了。狗狗望着可怜的猫妹妹，主动上前帮她舔着脚上的伤口。这一刻，他决定要照顾妹妹一辈子。奶奶说，自从收养猫咪后，狗狗放弃了自己住了10年的房子，几乎不分白天黑夜的陪在猫咪身边，而猫咪也非常依赖它。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粘在一起。由于行动的不便，猫咪的后腿经常被磨得血肉模糊。这时狗狗就会用舌头帮妹妹清理伤口，它用行动告诉妹妹，坚强点，一切有我呢。它是她的保护神，而它是她生活下去的希望。这天中午，奶奶拿来了猫妹妹最爱吃的小鱼干，妹妹大口吃得很香，而狗狗就在一旁看着。奶奶将鱼干送到她面前，而狗狗只是闻了闻。难道它不喜欢吃吗？奶奶说，其实它馋得要命，但它永远都是等猫咪吃完才去碰剩下的食物。狗狗宁愿自己饿着，也要让猫妹妹先吃饱。此时被感动的请扣666。狗狗对猫妹妹非常温柔，但如果有其他狗狗试图靠近妹妹，它立刻变得凶狠起来，就连昔日的好友小黑它也不让靠近。谁不想拥有这样一位宠妹狂魔呢？在如此强大的安全感之下，猫咪感受到了未曾体会过的幸福。当一觉醒来后，猫咪发现哥哥不在身旁，环顾四周后，它拖着残疾的双腿奔向远处，每向前挪动一步，猫咪都忍受着巨大痛苦。最终，它在角落里找到了狗哥哥。狗狗不断舔着猫咪，仿佛在告诉对方，别担心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猫咪依偎在狗狗怀里，久违的幸福再次袭来。到了清理伤口的时间，奶奶将猫咪抱进屋里，可狗狗总是不放心地跟上去，看它的样子真的很担心。奶奶帮猫咪清理伤口的时候，狗狗就乖乖地在外门等候。每次的清理都非常疼，但猫咪从来不叫一声。也许比起流浪的日子，此时的生活真的很甜。看着小家伙可怜的样子，奶奶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医院，希望能将他的双腿治好。可经过检查后，医生说猫咪的脊骨和后腿多处骨折，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。对于治愈已经是不可能了。奶奶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将猫咪的活动范围缩小，并且铺上泡沫，防止后腿与地面摩擦导致伤口感染。狗狗也陪着猫咪一起搬进了新家。如果您也被感动了，请分享给更多的人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关爱流浪动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小老虎凶巴巴的叫嚣，我可是森林之王，你最好别动我，不然我就吃了你。饲养员拿来仪器准备测量一下体温，小老虎瞬间慌得一批，要打针了，要打针了！你不要过来啊！
小老虎吓得躲到墙角，奶凶的威胁着饲养员不要靠近，可下一秒直接就怂了。饲养员一把将他从角落里拎了出来。原来今天是虎宝宝打疫苗的日子，本想着逃离饲养员的魔爪，可看见饲养员拿出了2米长的针头，小老虎吓得全身瘫痪，四肢明显不听使唤了。随后饲养员一针就扎了进去，小老虎一边喊着奥利给，一边说着我是老虎，我不怕疼。注射完成后的小老虎精神有些恍惚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看来是心里已经崩溃了。堂堂森林之王也怕打针吗？前一秒还在角落狐假虎威的小老虎，被饲养员抱住后瞬间秒变怂货，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，好像在和世界告别。饲养员告诉他，打针就和蚊子咬一样，保证一点也不疼。半信半疑的小老虎还在犹豫，此时刚打完针的那只大喊，别信那个女人的鬼话。小老虎马上不淡定了，一番折腾后，小老虎精疲力竭，最终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打完针后，这家伙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疼晕了过去，还是被吓傻了。把他放开后，居然蹲着行走。目睹前2位小伙伴的遭遇后，任凭饲养员好话说尽，可这只怎么也不肯出来。最后2人合力才将他拎了上来。小老虎骂骂咧咧，要不是我还没长大，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？虽然知道难逃一劫，但这家伙还在挣扎，没办法，饲养员只能将他抱起来。这下小老虎彻底没辙了。随后饲养员给他做了个眼部检查，别看他身体动不了，一脸奶凶的样子，还要试图吓唬人。饲养员转身挑了个最大的针头，随后一针扎了下去。小老虎一脸绝望，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。原来老虎是真的害怕打针，希望小家伙们能健康成长，早日成为森林之王。一只猫头鹰突然站在窗外，米卡阿姨连忙打开窗户，询问猫头鹰到访有何贵干。可猫头鹰一言不发，眼睛紧紧盯着妮卡，仿佛若有所求的样子。虽然妮卡阿姨是动物专家，但也只能听懂一半鸟语，更何况这家伙一声不吭，一站就是几个钟。那么他究竟要干什么呢？此时外面的气温已经超过40度，猫头鹰明显呼吸加重。为了防止猫头鹰中暑，妮卡阿姨拿来喷雾器给它降温。猫头鹰并没有躲闪，反而一副享受的样子，仿佛他知道妮卡的好意。妮卡阿姨再次询问猫头鹰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可猫头鹰就是不说。妮卡阿姨喂他几口水后便离开了。几小时后，妮卡阿姨发现猫头鹰居然没走，并且还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，那圆圆的大眼睛一直望着妮卡，眼神中还透露着几分温柔。妮卡有点纳闷，难道这家伙是来求收养的吗？此时身后的小猫头鹰突然叫了几声，妮卡看着窗外的猫头鹰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原来这只猫头鹰是来找宝宝的。几个月前，家中的猫咪在附近发现一只受伤的猫头鹰，于是妮卡将它带回家精心照顾。现在小猫头鹰已经痊愈，看来猫头鹰妈妈是掐着点来的。妮卡阿姨询问猫头鹰能否晚几天再来接宝宝，她还需要做个全面检查。见猫头鹰没有回答，妮卡阿姨拿出玩具作为交换，可猫头鹰妈妈明显不买账，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在讲些什么。但最终猫头鹰还是接受了妮卡的礼物，表示同意妮卡的做法。临走前，猫头鹰还鞠躬对妮卡表示感谢。几天后的清晨，猫头鹰居然叼着一封信站在窗外。妮卡阿姨不可思议地打开窗户，询问猫头鹰是自己的信件吗？猫头鹰盯着妮卡，仿佛在说，还不快点取走，等着我给你拆吗？妮卡阿姨伸手就要去拿信件，可猫头鹰却紧紧咬住不肯松口。妮卡阿姨问猫头鹰是不是搞错了，猫头鹰哼哼唧唧地说，没错，就是你的信，是我的信，你还不快松开。可猫头鹰还是咬住信封不放，你先答应我把宝宝带回家，我才给你信。妮卡阿姨按了几下猫头鹰鼻子，表示同意，这下猫头鹰才松开口。妮卡阿姨拿出小玩具犒劳一下他，猫头鹰一脸严肃地说，我不要玩具，快点把宝宝给我。妮卡阿姨转身看了一眼猫头鹰宝宝，似乎他也在呼唤着妈妈。最后妮卡阿姨决定让他们母子团聚，万物皆有灵性，保护动物人人有责。猫头鹰化身成了邮递员，一天要送出上百封的信件，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只为了给宝宝赚奶粉钱。可这天暴雪过后的清晨，站在窗外的猫头鹰嘴里却并没有携带信件，他究竟要干什么呢？主人打开窗户询问猫兄有何贵干，猫头鹰支支吾吾不好意思开口，憋了半天挤出一句话，现在疫情不让到处乱飞，家里宝宝要吃饭，能不能把去年的邮费给我？主人一听这家伙来要账的，趁他不注意立马关上了窗户。奈卡兹兰的大眼睛一直瞪着主人，似乎在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？第二天一大早，猫头鹰又跑来敲窗户，主人打开窗户问道，你又来干嘛？我不记得有欠你邮费。此时身后的猫咪表情绝了，他惊讶地看着一人一鸟对话，今天才知道原来主人能听懂鸟语。猫头鹰一脸严肃地说，我今天特意找来你家猫咪作证，原来去年夏天的时候，猫头鹰叼着一封信来到窗外，主人打开窗户将信件取走后，便直接关上了窗户，可猫头鹰还是紧紧盯着主人，
仿佛在暗示你是不是忘了点东西。可主人并未理会。猫头鹰每天准时来送信，每次主人接过信件后，都给他吃闭门羹。猫头鹰心里可是10000个不乐意，不付钱也就算了，请我进去喝杯茶也好啊，难怪这家伙零下40度的天气也要来讨账。望着猫头鹰坚定的神情，主人表示最近压力有点大，询问猫头鹰能否做个分期。猫头鹰思索片刻后，想转身问下猫咪的意见，可猫咪转身就跑了，估计是怕回家挨揍。猫头鹰心想，亏他还和我一个姓呢，太没义气了。主人说要不你再回去考虑一下，说着便关上了窗户。猝不及防的举动让猫头鹰有点找不到北，明明是来要账，现在搞得自己像个借钱的一样。几个小时后，猫咪在窗外不断呼唤主人，示意主人快点开门，外面实在太冷了。打开窗户后，猫咪赶紧跑了进来，可转头看向另一边，猫头鹰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主人，这家伙真是出了名的能熬。你觉得最终主人有没有付款呢？一团黑影吓得小姐姐哇哇大叫，他们看见了什么？最近小姐姐家中发生了怪事，家里的猫咪整天四处观察，仿佛是看见了什么东西，并且半夜厨房总是传来奇怪的声音，猫咪更是叫个不停。都说猫能看见人类看不见的东西，难道是真的吗？主人说，最近这只小猫的行为很是怪异，总是四处找东西，并且眼睛还经常盯着天花板看。一开始以为是家中进了老鼠，可家里面里外都翻遍了，根本没有老鼠的踪影。猫咪的行为让小姐姐有些害怕，因为大家都说猫能看见阿飘，原本小姐姐也不相信，可现在猫咪成了家里的福尔摩斯，每天先是在客厅里搜寻一遍，眼睛四处张望，又跑去卫生间巡视一圈，每个细小的角落它都不放过。嫌疑最大的就是厨房，猫咪每次都要调查很久才离开，有时候甚至2只猫咪会一起进行调查，可上面明明啥也没有啊，这让小姐姐确信家里一定有什么东西。虽然自己看不到，但猫咪不会平白无故做出反常的行为。一天夜里，厨房里突然传来异响，猫咪闻声走了过去，目光再次朝着天花板望去，这一幕更加证实了小姐姐的猜想。突然这天几人被吓得四处逃窜，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？难不成阿飘现身了？小姐姐找来驱魔大神老王，老王收到信息急忙赶来。小姐姐说，昨天我躺在沙发上休息，突然一道黑影朝我扑来，幸好猫咪一巴掌将它赶走，不然自己可能要被带走。原来猫咪不仅能撸，关键时刻还能救命。那么小姐姐口中的黑影究竟是什么呢？2天后，小姐姐终于拍到了神秘的黑影，可看着怎么有点像蝙蝠呢？老王无力的吐槽，好家伙，你是在逗我吗？小姐姐赶忙解释，不，你别看照片这东西缩成一团，它张开翅膀有好几米呢，现在不知道藏哪儿去了。老王一边寻找，一边嘴里嘟囔着，我信你个鬼啊！老王在房间里找了1天也不见踪影，甚至拿来内窥镜查看各种角落，仍没有任何发现。最终2只猫咪在门口的位置发现了所谓的黑影，原来真的是只蝙蝠。老王戴上手套将蝙蝠取出，仔细一看，小家伙正在冬眠呢。将蝙蝠的翅膀展开后，发现上面有个洞。老王说，得将这个洞补上，它才能重新飞翔。为了防止蝙蝠脱水，老王从小姐姐那里借来了神仙水，为蝙蝠补充水分。随后老王驾车将它送去了救助站，工作人员用了几滴502就完美的解决了问题。过段时间后，蝙蝠又会重新回归大自然。原来一切都是蝙蝠搞的恶作剧。面对这个结果，小姐姐也有些哭笑不得。男人刚准备切开鲨鱼的头部，下一秒一条鲨鱼宝宝从肚子里钻了出来，小哥被吓了一跳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原来小哥今天出海钓鱼时，无意之间钓到了一条鲨鱼，小哥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鲨鱼拉了上来。不久后，鲨鱼便没了呼吸，于是小哥决定给自己加个餐。可刚准备对鲨鱼进行处理时，眼前的场景让小哥无比惊讶，原来这是只待产的鲨鱼妈妈。小鲨鱼凭借着对生命的渴望，顽强地从妈妈的身体中钻了出来。看着眼前2个鲜活的小生命，小哥心里顿时有些愧疚。随后他找来一盆水，将小鲨鱼放了进去，看着母鲨肿胀的肚子，应该是还有其他幼崽在里面。随着小哥的轻轻按压，一条鲨鱼宝宝很快跳了出来。最后小哥数了数，一共有6条小鲨鱼。有谁知道它们背上的小球是干什么的吗？小哥拿起一条将它放进了大海，看着小鲨鱼不断摆动的身体，小哥也是非常高兴。随后他将全部的幼崽都放回了大海，并且用摄像机进行了观察，看着小鲨鱼游走，小哥这才放心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食用鲨鱼要注意区分哦。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鲨鱼吗？眼前的大叔被一群浣熊围攻了。昨天深夜，一只浣熊突然来访，于是大叔送给了浣熊一根火腿肠。没想到第2天晚上，一群浣熊跑来敲门，一眼望去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数不清的浣熊聚集在门外。大叔准备将自己今早刚买的葡萄送给他们，可还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一桶葡萄就被吃了个精光。其中2只浣熊还因为一粒葡萄打起架来。他们成群结队的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能和大叔讨口吃的。为了让浣熊们能吃饱一点，大叔拿了一盒火腿准备投喂。浣熊们看见大叔手里的食物，迅速围了上来。仔细一数，浣熊足足有30多只。好家伙，这是拖家带口来讨饭的呀！
他们争先恐后的排队等着大叔发火腿，领到食物的马上跑到一旁享用美食。浣熊们也非常懂礼貌，井然有序的等待大叔分到自己手中。此时大叔格外开心，自己生活在山里几十年了，浣熊突然的登门造访，让大叔第一次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。很快手里的火腿就分完了，可浣熊们还意犹未尽，似乎还在回味着刚刚的味道。大叔决定热情招待这群朋友，他将冰箱里储存的小番茄全部倒给了浣熊们。不过这些对于浣熊来说完全是开胃水果，转眼的时间地面上已经空空如也。此时大叔再次走了出来，这些火腿可是我全部的家当了。小浣熊们眼睛紧紧盯着大叔手中的美食，还没等大叔坐下，浣熊们再次围了上去，大叔一根接一根的分给他们。也不知道这群浣熊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平日在山里都很难见到一只，今天这是组团来过年吗？身后的浣熊不断拽着大叔的胳膊，别光给他们分了，我等了这么久还没分到呢。大叔连忙塞给他一根，小家伙总算顺利领到了美味的火腿。5分钟后，盒子里的火腿被分得一干二净，大叔示意浣熊们可以回家了，可他们还以为大叔又去屋里拿吃的呢。浣熊们在院子里一直等着，一转眼半小时过去了，浣熊干脆面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大叔只好端了一盒饼干出来，看见美食的浣熊瞬间打起了精神。大叔将饼干撒在地上，这群家伙还真是不挑食，也不知道他们饿了多久，怕浣熊们吃不饱，于是大叔又将家里仅剩的猫粮分给了浣熊。这下应该够了吧？再不够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此时觉得浣熊可爱的扣888，浣熊们一个个吃得心满意足，心想这下以后的饭票有着落了。可家里的猫咪不乐意了，它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盯着自己的猫粮，你把我的猫粮都给他们了，那我以后吃啥呢？想到这里，小猫委屈地低下了头。大叔进门后安慰猫咪，明天我去集市给你买罐头吃。猫咪直接将头转了过去，这委屈的小表情简直太搞笑了。另一只猫咪也很生气，在厨房走来走去，心里很是郁闷。虽然家里的猫咪很生气，但今天却是大叔最开心的一天，让我们为好心的大叔点赞，同时也希望看到视频的朋友能多陪伴老人，保护动物是永不过时的主题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1个月大的小猫成为了小鸡的妈妈，可它还是个孩子呢。几天前，主人将小鸡送到了小猫面前，刚开始小猫还有些害怕，似乎受到了惊吓，甚至用小手拍打着小鸡，毕竟自己还是宝宝呢。看见小猫不待见自己，小鸡连忙跑来和主人诉说着委屈。主人告诉猫咪，小鸡没有妈妈，你要好好照顾它。小猫咪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话，面对眼前和自己不一样的小鸡，小猫咪开始仔细观察。它轻轻拍了拍小鸡，似乎在告诉对方自己会照顾它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它不再躲着小鸡，有时候不放心还经常跟在小鸡的身后，发现小鸡站在危险的地方，小猫还会将它赶走。自从有了小鸡，小猫的眼神就经常注视着它，就连性格也变得温顺了许多，仿佛瞬间就长大了。小猫还会耐心地帮小鸡清理毛发，就如同多数的猫妈妈一样。看来小猫已经将它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鸡也慢慢开始依赖小猫，不管小猫走到哪里，它都要跟在身后。相比于妈妈的关心，而其他小猫看见自己就会躲开。也许是因为自己长得不一样，猫叔叔们都不太愿意搭理自己，小鸡只好去猫妈妈这里寻求安慰，因为它知道只有妈妈对自己最好。看见妈妈正在午休，小鸡也趴在妈妈的怀里准备入睡。此时小猫将孩子搂在怀里，这一幕无比的温馨。每天睡觉时，小猫会伸出手臂给小鸡当靠枕，而小鸡在妈妈怀里睡得也十分香甜。几小时后，小猫睡醒了，小鸡也跟着醒了过来。也许它还很小，但善良和爱超越了种族和年龄。如此可爱的小鸡和小猫，你爱了吗？一只松鼠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蹦蹦跳跳来到小哥面前。小哥放下一把松子，示意小松鼠快点吃。小松鼠也没客气，二话不说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看见小松鼠吃得这么陶醉，小哥便不再忍心打扰。几分钟后，小哥一回头，发现这家伙竟然追了上来。小哥瞬间有点慌了，他到底要干嘛呢？小松鼠蹦蹦跳跳地挡在了小哥前面，那呆萌的小表情似乎若有所求的样子。小哥也是懵了，第一次遇见这么胆大的松鼠，无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，小松鼠就是追着自己不放。没办法，小哥只好停下来暂作休息。只见小松鼠爬上小哥的背包，不断嗅来嗅去，似乎在很认真地寻找着什么东西。小哥猜想这家伙莫不是过来打劫的，于是小哥将全部的松子扔在了地上。果然，小松鼠一看见松子就冲了过去。你这家伙个头不大，还真是贪心啊！看来喂鸽子的计划彻底泡汤了。吃着吃着，小松鼠突然警觉起来，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小哥一跳。原来小松鼠是去把鸽子赶跑。确认四周安全后，小松鼠才跑回来继续品尝美味。小哥告诉松鼠，好东西要懂得分享才对。小松鼠转头看向小哥，沉默不语，眼神中仿佛暗示小哥别多管闲事。接着又继续吃起来。此时觉得小松鼠可爱的扣666，小松鼠一边吃着一边警觉地观察四周，生怕有鸽子过来抢走它的松子。
可鸽子似乎并不买账，三番五次的跑来探风，看样子是盯上这袋松子了。小松鼠不由得加快了干饭速度，心里很是担心鸽子会抢走自己的松子。不久后，附近的鸽群越聚越多，小松鼠有些慌了，思考着如何将松子转移到安全地带。可这么沉，自己明显拿不动啊！没办法，他只能再次出击，试图赶走它们。可鸽子依旧不肯离去，小松鼠赶紧又跑了回来。小哥告诉松鼠，这么多松子你又吃不完，不如分享一下给别人。小松鼠再次看向小哥，咀嚼正香的小嘴顿时停了下来，似乎很担心小哥将松子拿走。小哥摆了摆手，小松鼠这才继续吃起来。附近的鸽子走来走去，让松鼠时不时就得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小哥也是被松鼠的样子都笑了。几天后，当小哥再次来到丛林，小松鼠从远处快速奔向小哥。小哥拿着榛果示意他上来吃，小松鼠也没客气，直接顺着小哥的大腿就爬了上去。都说松鼠胆子很小，可这家伙怎么一点也不害怕呢？最终，小松鼠如愿以偿的吃到了榛果。小哥告诉松鼠慢点吃，不够这里还有。眼前人和动物相处的一幕多么温馨！从此以后，小哥每周会来探望小松鼠，并且每次都会为它带来礼物。小哥也成为了小松鼠的第一个人类朋友。万物皆有灵性，你的善举也许会带来生活中的意外惊喜。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一只松鼠想要伸手去拿小哥手里的松子，可犹豫再三，还是把手收了回来。小哥见松鼠如此腼腆，便不断将松子塞进小松鼠怀里。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小松鼠有些不知所措，直到怀里被塞得满满当当，小松鼠还呆呆。原来几天前，小哥在丛林游玩，无意在路边偶遇了这只松鼠。刚开始，小家伙还不敢靠近，可见到小哥手里的松子后，便凑了过来。小松鼠一直盯着小哥手里的松子，见小哥刚想解释清楚，可小松鼠早已不见了踪影。第二天，小松鼠直接奔向了小哥，他知道小哥不是坏人，可当小哥拿松子给他时，小松鼠却跑开了。原来身边还有其他人。小松鼠仔细打量着对方，看见小姐姐手里也拿了一把松子。松鼠上前看了一眼，便连忙跑开了。临走之前，小松鼠告诉小哥，下次别带其他人过来了。几天后的清晨，小松鼠又跑了过来，小哥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。这回松鼠没有客气，直接上前大口的吃起来。小哥拿起小蘑菇想让他尝尝，可松鼠似乎并不感兴趣。一颗小小的松子，却装满了小松鼠简单的快乐。对于小松鼠而言，幸福就是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松子。吃饱喝足后，小松鼠高兴地在草丛里跳来跳去，似乎很开心自己能交到第一个人类朋友。从此以后，小哥也会经常为小家伙带来松子，而小松鼠也把小哥当成了朋友，经常肆无忌惮地从小哥手中抢走松子。有了这个土豪朋友，不知道小松鼠会不会吃成个大胖子呢？眼前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一幕多么温馨啊！万物皆有灵性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对待。这么该萌的小家伙，你爱了吗？小猫咪出生没多久就失去了妈妈，为了寻找妈妈，它开始在马路上孤独的流浪。可熟悉的街道走了无数遍，却怎么也看不见妈妈的身影。街边从此多了一个孤独的背影。这天，小哥在路边发现了它，小猫咪还以为是妈妈回来了，它赶紧朝着小哥走了过去。瘦小的身体不断在小哥脚下蹭来蹭去，突如其来的热情让小哥有些不知所措。小猫咪用两只小爪抓着地面，像是在采奶的样子。难道是想妈妈了吗？小哥忍不住摸了摸它，然而小猫咪似乎把小哥当成了自己的妈妈，也许感受到小哥的善良，小猫咪一个劲地扒拉着小哥，也许它找到了似曾相识的依靠感。小哥往后退了几步，它马上就粘了上去，随后对着小哥喵喵叫了起来，似乎在恳求小哥别离开自己。小哥从附近的超市买来了肉罐头，小猫咪先是嗅了嗅，接着开始大口吞咽，大概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。它眯着眼睛尽情享受着短暂的幸福，也不知道它是如何生存下来的。吃着吃着，猫咪突然打了几下喷嚏，看样子有点感冒了。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，人来人往的大街为何没人愿意帮它一把呢？此时想救助猫咪的请扣666。吃着吃着，小猫咪不争气的流下了眼泪，也许这是它流浪多日吃的最好的一顿吧。看小家伙吃的这么安心，小哥打算起身离开，可猫咪转身就跟了上去，挡在小哥面前，说什么也不让他走，甚至还在地上撒起了娇。确认小哥不走了以后，小猫咪这才回来继续干饭。也不知道小家伙饿了多久，一口气吃了2盒罐头，也许习惯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，明明肚皮已经鼓鼓的，可他还是很卖力的在吃。全部吃完后，小猫咪来到小哥身边，似乎在感谢好心人的一饭之恩。看着眼前如此乖巧懂事的猫咪，小哥不禁有些心酸。也许猫咪真的和小哥有缘，它一直在小哥身下转来转去，丝毫都没有离开的打算。可能太过于思念妈妈，小猫咪不断在小哥身上蹭来蹭去，久违的幸福感再次袭来。它依偎在小哥脚下，
似乎在表达自己不想再流浪了。这么粘人的小猫小哥也是第一次遇见，但谁会拒绝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呢？他似乎把小哥当成了唯一的依靠，只要挪动一下脚步，小猫立刻就贴了上去，生怕小哥不要自己了。没一会儿，小猫咪就安静的睡着了，大概是梦里见到了妈妈，两只小爪不断抓来抓去，真是可怜的让人心疼。刚进入梦乡的猫咪马上起身看了看，他很担心小哥丢下自己。此时小哥的心已经完全被他俘获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小哥猜想可能是上辈子的小情人来找自己了。最终他决定收养这只小家伙，从此小猫咪也结束了流浪的生活。最后希望所有流浪的小动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，同时也呼吁大家不要轻易抛弃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